大家好呀，我是猪猪。用智慧修仙第一集的故事大家也看过了，十分的爆笑和欢乐，刷新大家对修仙的认知。那不多说，时隔2月，第二季也来喽。上次咱们说到，主角萧凡和同伴冷风、满谷三人组潜入魔教，通过第一次考验，接下来就是第2场测试。大家进去一场面试，目标是让考官真心实意留下你。首先上场的是满谷，不过在他之前有个人先一步进入房间，此人正是自信满满的魔教弟子池旭龙。他注意到脚下一团纸，随手丢进垃圾桶。考官点头，池旭龙是吧？你现在去集市上看一下哪里有卖土豆的。池旭龙老师离开，在集市上逛了一圈，就一家卖土豆的。前来禀报，有的。考官又问有多少呢？于是再跑一趟，回来说有80斤。那价格呢？池旭龙心中暗骂，这不早说玩呢。第3次跑出去问了价格，3块钱1斤，10块钱3斤。考官呵呵一笑，你被淘汰了。他怒了，凭什么？被当遛狗一样支使来支使去，辛苦大半天，结果告诉我失败，耍人呢？考官一摊手，问个土豆这种小事儿都跑出去3次，我怎么放心把工作交给你？我们魔教办事儿最讲究一个细心，不然干的坏事那么多，怎么才能不被正式发现呢？是你做事不周全，年轻人在工作中要学会揣摩上意。我呸！你当你皇帝啊？也不干了。考官也不恼，呵呵一笑，尽管你失败了，但还是可以留下。真的？还记得门口捡的那团纸吗？池旭龙心中一喜，这难道是在考验我的责任心和观察力吗？正好缺一个搞卫生了，你就留下来负责打扫吧。他真的是要吐了呀！不过能留下也算好事儿，你就说留没留下吧。下一个轮到满谷，同样的问题去看土豆。满谷哦了一声，10分钟回来了，有一个人卖土豆，一共80斤，3块钱1斤，10块钱3斤。老板还说了，买土豆还能便宜100块钱30斤。这回答极为详细，考官都愣住了。恭喜你，你被留下了。别看满谷长得5大3粗，实际上内心细腻，虚心学习，尤其是擅长向萧凡和冷风学习。在外头观看的副教主姚希笑了，我就说吧，这满谷是个好苗子，魔道做事儿要小心翼翼，不留尾巴，而且替上司考虑才会有上升潜力。这考验他是精心设计的。他自信跟教主表示，这会儿不可能有其他方法了。火灵儿没说话，萧凡和冷风还没出手，直觉告诉他或许其他方法。接下来轮到冷风，考官同样让他去问土豆。冷风疑惑了，前边4个从你这办公室出去来来回回的也是干这个？一个问题问4遍还不知足，还问第5遍。考官耐心说，这是考验的问题。没多久，冷风回来了，报告有卖土豆的。哦，有多少？考官露出一丝冷笑，就你小子废话多爱抬杠，回答不出这个问题，我就先问你失败。谁料冷风打开房门，卖土豆的老大爷就在那。你那一车多少土豆啊？大爷答80斤。考官傻眼了，这下面的问题还怎么问啊？你怎么把卖土豆的给叫过来了？冷风一摊手，我问他是不是有好几个人来问土卖，但光问不买，想不想见见罪魁祸首呢？他就过来了。这后面怎么办？没人告诉过他会遇到这种情况，索性把心一横，你不会揣摩上意，你被投。话还没说完，冷风就给了他一脚，狗屁上意，给你脸了。说完就往外跑，考官怒了，彻底疯狂！给我站住！于是乎考官真心实意想留下冷风，冷风通关。副教主姚希痛苦揉着眉心，这他喵什么奇怪的通关方式啊？教主则称奇，不走寻常路，人才啊！这小子也算人才。当然，你看看正道的问道宗为什么能长存于世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超出世人所能理解的智慧。姚希嘴角一抽，不愧是教主，把神经病说的这么清脱俗。接下来是萧凡面试，他看不断有人出来问土豆，心中若有所思。考官正在面试，可对面的魔道弟子表示没有卖土豆的呀。考官懵了，啥情况？不可能！结果一出门就看见萧凡推了一车土豆，上面挂个牌子，土豆不卖。原先卖土豆的大爷在旁边开心的数着银子，萧凡一看到考官推着土豆就跑，考官急了，给我停下！萧凡通关，在外头的副教主看到后彻底疯狂，岂有此理啊！他精心设计的考验被2个祸害这么卡 bug，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教主劝道，别那么容易动怒，咱们是魔教，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通关。再说了，这2人另辟蹊径，是难得人才，魔教发展至今始终没有重大突破，我觉得这2人说不定就是希望啊！姚希一翻白眼，那我们魔教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。接下来第3场测试，要在一座虚拟城市中进行破坏，1天内破坏的越多，通关评价越高。说吧，副教主姚希举起神器昊天镜，把大家送入幻境。教主火灵儿笑了，这一关考验人性，正道修士，心是善良，不有过度破坏，所以
这关一过，便能筛选出那些可恶的卧底。副教主姚希也笑了，还是教主英明，有昊天镜在，你我二人只要等结果就行。而此时昊天镜内，萧凡等人也头疼，难怪从没听说过有谁会进魔教的卧底，原来还有这个大考验。冷风提了个建议，不然咱们多少干点叛逆的事儿，例如去青楼。满谷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我是读书人，这里不是读书人该去的地方。萧凡相当讲义气，既然你不愿意去，那我就替你去。满谷松了口气，心说还是萧兄靠谱。结果就看到对方打了一套象形拳，变成了自己的模样，就问有没有替你去吧。满谷连忙拉住，别，就算去也不能变成我的样子。萧凡说的是情真意切啊，我这是好心替你啊。三人拉扯的时候，青楼忽然轰一声爆炸，原来是其他魔道弟子在里面肆意妄为，三人一下就火了。说到底还是正道，见不得这种烧杀抢掠。冷风和满谷两个出手，就被萧凡拦住。我有办法暂时提升我的战力，你们俩等我一下。他们俩懵了，除了十牛之力丹，还能有什么提升修为的秘法？只见萧凡深吸口气，缓缓打起象形拳，居然逐渐变成了大师姐玄威的样子。没错，消失象形拳可以获得部分被变形者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有所限制，不能无限加强。不过这也够了。变身成功的一瞬间，一股绝强力量涌入体内。与此同时，在问道中修炼中的大师姐看看星空，谁借走了我的力量？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胆！一瞬间破掉凡人表象，体内力量不断飙升，就连星空都在震颤，神魂出窍，追随力量而去。而另一边，萧凡喷出一口鲜血，连大师姐一丝力量都承受不住，变回原来模样。与此同时，清脆声响起，头顶天空居然裂开，一道倩影出现在天上，正是大师姐。她眉头微皱，这气息是魔教吗？而在5分钟之前，幻境外头的教主和副教主只点评学员们的表现。这个魔修不错，把承重墙砸烂，楼房倒塌，砸死不少人。哦豁，这个也厉害，给金水下毒。这会儿副教主姚希皱眉，这个人有点怪啊，把一大片商铺买下来，再把店员都辞退，还有这个盘下商铺，让店员加班还不给工资，这也算坏事儿？他感觉自己有点跟不上时代。忽然他们感觉到一道强横至极的神魂从天而降，把幻境都给打裂开了。教主火灵儿一脸骇然，这气息是问道宗的玄威，背脊发亮，快撤呀！姚希皱眉，不是吧教主，这不过是问道宗的一个弟子，再怎么说就一个人，100对1有事在我，一起上还拿不下他。可教主冷汗都下来了，你是没见过他出手啊，摘星拿月，颠倒阴阳，听我的赶紧跑，跑晚了仙人都救不了你。姚希脸都绿了，没办法，只能丢下法宝昊天镜逃了。最终啊，这法宝被战神一样的玄威擒获，他疑惑了，到底是谁接走了自己的力量？他大概能猜到是谁，有种上古法术神将术可以做到这点，但需要和借用者关系极好才行。可萧凡又是哪里学到的神将术呢？不再多想，手指凝聚到雷光，朝远方劈去。千里之外的副教主啊一声惨叫，气息迅速跌落。好在有金蝉脱壳大法，等他逃到总部的时候，续命丹药不要钱要往嘴里塞，总算苟下来。但这次的损失没有数百年静养，怕是恢复不过来了。最关键的是至宝昊天镜啊，就这么落到正道手里。不过这会儿考验解释榜单也出来了，最顶上5个大字，第1名萧凡。对城市会贡献最大的是他嘛？姚希点头，虽然不知道他干了什么，但能当第一，定然是干了什么不得了伤天害理的大事儿。神迹绝不会出错。于是乎啊，教主火灵儿给了萧凡一个天生魔种的评价。姚希问，那冷风呢？冷风在第1关被蜘蛛咬而获得力量，是运气的体现。第2关呢，又精心研究考题，就给一个道魔降世吧。那满谷呢？火灵儿思考了一下，第1关有悟性，有坚持，有计谋。第2关思考问题周到，可惜第3关没什么主见，我只能给一个魔在心中的评价。副教主问，要不要把这3人调到总部进行培养？不着急，先从基层做起，最起码也有2年基层经验。而且我还有个想法，这3人想法如此天马行空，我看看带他们成长起来，能不能混进正道宗门，例如问道宗。副教主哑然失笑，教主也太高看他们了，其他几个正道宗门还行，问道宗太难了，那里弟子的想法就没几个正常人能跟上的，混进去不多久就会因为格格不入被识破。